接下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的科技反殺美國了。這時候美軍出錢養出的竟然是語速的這一款機器人。等一下有現場一個最新畫面，它叫超人哦。那這個是第一個。第二件事情是美軍的核飛彈基地也服軟，指明了即使美國政府進大疆，但是他們還是要買大疆的機器人。現在飛鴻供應鏈可以說是全面崩塌。今天會做深度的剖析。好，趕快來看到這是最新消息了。語速科技8月19號正式的登上了上海科創板的 IPO， 股價每股來到了150元的人民幣，開盤衝到了1100元，漲幅甚至爆衝了超過629%。市場到底在瘋什麼呢？因為語速最近丟出來的機器人真的太有畫面了。我們趕快來看現場最新畫面。您剛剛看到是在17日這一天最新公開的新型的人形機器人，它叫做 Superman。我們來看到它的一些基礎的小檔案哦，最高速度可以達到12公尺，什麼意思呢？它已經打破了牙買加當時呢短跑傳奇人物博爾特100公尺的記錄，而且剛剛我們也看到它一直這個上下跳嘛，這個跳躍最高的高度甚至超過了2公尺，突破了人類的極限，因此備受關注。這一次語速的成功也和這個美國竟然有深度高度的關係哦，尤其我們要來看到來自於路透社的獨家報道，他說語速當初成名是靠4足機器人的，那它的源頭竟然是美軍所資助的一個研究，當中美軍資助的就是它的 MIT 的研究，後來呢中國大陸就使用它這個公開的技術來做4足機器人，所以呢意思就是說大陸在拿到了美國的這個公開技術之後，就快速的把它工程化、商業化，最後試錯之後迭代更新，甚至量產，連美國都沒有辦法用的技術，他們直接拿下來把它量產了。那語速在2023年因此推出了這一款 Go2 售價最低$1600的機器人，取得了全球重要市佔，因此聲名大噪。連美軍在2023年都覺得說，沒有辦法找到比大陸這一款 Go2 更好的4足機器人了，所以他當時就申請，可不可以豁免啊，讓我們美方也擁有2隻這樣子的 Go2 的機器狗呢？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美國是如何率先剛剛說了嘛，先開發出了技術，結果被大陸給掌握之後，甚至做成功，還把它量產的。那 Go2 出來之後，等於也是美國的機器人已經遠遠落後了嗎？當然啊，那麼當時美國國防部的這個計劃案，其實原本的這個合作的對象是大家常常聽到的叫做波士頓動力啦哦，所以呢，最早的4足機器人，包含那個機器人的後空翻哦，那個畫面其實都是波士頓動力的。但是其實美國長期以來對於這個機器人的這個研發哦，早期並沒有太重視哦，所以後來波士頓動力經營不好啊，他就轉手賣給了誰呢？賣給了日本的軟銀哦。賣給日本軟銀之後呢，日本軟銀又在2021年把它賣給了韓國的現代。那韓國的現代在2026年把所有的股權買下來了，所以波士頓動力這間美國最早的哦，跟軍方曾經合作的這間機器人公司，現在是韓國擁有的。那麼現在美國國內哦，它也有其他的機器人公司在做哦，比如說我們常常聽到的最有名的像 Figure 哦，它推出來的最新的一款叫做 Figure 3哦，那 Figure 的機器人已經進入了 BMW 的這個工厂哦，來幫忙做工作了。然後呢，再加上像 Tesla 的，各位知道這個馬斯克最喜歡去宣傳他的機器人就是 Optimus 哦，擎天柱機器人。然後另外一家叫做這個 Agility 哦，它推出來的叫做 Digit。這個機器人有3種哦，所以現在美國現在在市面上大概看到的大概就這3種機器人。那我要幫大家比一下價格哦，就語速機器人，它的機器人，我現在不要講4足哦，這個4足機器人我們都常常叫做機器狗了，就是4足不要講雙足機器人。雙足機器人語速的售價是多少？大概是3萬人民幣，最便宜的3萬人民幣，貴一點的大概到9萬人民幣，3萬到9萬之間哦。然後呢，那你知道 Optimus 要多少錢嗎？Optimus 要3萬美金啊，就一個是3萬人民幣，一個是3萬美金哦，這中間差了大概6、7倍哦。然後再來 Figure O3 要多少呢？也是大概2.5萬美金哦。所以一樣的問題來了，我賣3萬人民幣，你賣2.5萬美金哦，這個差多少呢？然後再來 Digit 賣多少呢？更狠，這個 Digit 的價格現在一直都降不下來，最早是賣到25萬一台哦，然後你現在稍微降下來一點，可能也要個7、8萬美金哦。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語速機器人是
性能好 ，CP 值高，價格又便宜啊，所以它当然具有競爭力啊。那麼現在中美之間的機器人的競爭，各位現在只是看到機器人的表演啊，各式各樣的動作，但其實我要跟各位講，中美之間的機器人競爭已經進入下一個階段了。真正的機器人能不能夠正式走入你的家庭，當你的這個家裡的管家，幫你執行家裡的業務？最重要的關鍵是在於下一個世代的 AI 大模型，我們叫做物理 AI 啊，就世界模型能不能夠建立起來？當這個模型物理 AI 能夠建立起來之後，未來的這個機器人它就有距離的概念，它有空間的理解，它知道物理的原則，它就可以真正走進家裡頭去幫你處理家務了。那麼因此，現在中美雙方的 AI 團隊都投入在做物理 AI 了。包含中國大陸最近砸了重大的這個資本哦，去輔助了好幾個團隊，在做的就是這個。當誰能夠把物理 AI 先跑通，那麼中國大陸的這個語速機器人也好，其他的各式各樣的機器人工其實很多啊，上海的青龍機器人一大堆，這些機器人在配備到了這個物理 AI 之後，那才是真正的要令人刮目相看的哦。所以其實現在看起来，中國目前已經處於一個領先的階段了，接下來他們還會遙遙的領先下去。好，這個是中國大陸的機器人哦。那其實現在美國也很擔心啊，不只是來自於中國大陸機器人現在的輸出之外，其實還包括了大疆無人機。那最新呢，我們都知道，美國早就已經把大疆無人機給列為管制的對象，但是呢，來自於美國自己軍方內部卻是尋求美國政府可不可以解禁。這個是美國的義勇兵3洲際彈道飛彈重要基地的採購文件，竟然現在呢白紙黑字寫說我要大疆，不接受替代方案。原因是他認為大疆裡面有一些功能是沒有辦法取代的，當中包括了射頻跟飛行性能都是非常高的。要知道這五角大廈進這個大疆說的是以國安的理由，川普還要針對無人機課徵100%的關稅，甚至接下來還要繼續進7項的軍用級的中國大陸無人機產品。現在是連軍方都反對政府的做法，到底怎麼回事？壓得住嗎？幹哥怎麼看？好，這個真的非常有趣。這發生在哪裡？發生在美國的那個蒙大拿跟懷俄明2個地方。為什麼？那個地方叫做美國飛彈基地的最重要的指揮中心，好不好？那個都是深埋在地底下，這個幾百公尺底下。那為什麼要買大疆的無人機？而且他們用那個白紙黑字，用一個 A4 紙，就是說我要大疆，我就是要大疆，其他免談吶。他想說，中國製的無人機這麼屌啊，屌到說已經可以到，就是連美國飛彈基地的操作人員都說我只要大疆。不是，我解釋給大家聽，就是說，因為大疆的特性是其他廠商做不出來的，它有3個特點。第一個特點叫專有電子協議啊，這個非常專業，這要問大千的。另外一個叫射頻特徵非常專業。第3個叫飛行能力。他說，光這3點，美國自己本身廠商做不出來，只有大疆自己做得出來。還有最重要的價格，拜託，美國自己做的一台要多少錢？要6萬美金、8萬美金，不用，大疆只要3萬美金，一半的價錢就可以了。所以我們要買6架而已。買大疆的無人機要做什麼？我是飛彈基地，附有美國核子戰的時候最後一級的功能，我幹嘛要買大疆的無人機？因為就是可能在最後一級的時候要防備來自中國的無人機威脅，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訓練操作員如何反制這些可能入侵的中國無人機，所以你一定要買中國的大疆無人機，你才能有辦法來演練，拒絕所有任何其他廠牌詢價、協議、探尋，通通不要，只要大疆。就是這麼一個笑話。因為你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只能用對方真正的東西來再拿來去研究，你才能夠預防未來可能100年之後發生核子大戰的時候，我們沒有辦法對付什麼？對付中国的無人機，所以我們要大疆的原汁原味的東西，就這麼簡單。好，那美國軍方堅持一定要用，但是美國政府堅持不給用。那現在中國也出擊了，最新消息是直接要求了美國聯邦上訴法院給一個最新裁定。那確實現在也有裁定的結果。現在是說呢，法院其實對中國大陸是比較站在這邊的。他認為說，你到現在還是不能很清楚的告訴我說，你到底為什麼認為大疆跟中國國防是有關係的。他要
美方去解釋清楚。另外一方面，美國真的想要斷中國大陸的供應鏈真的很困難，原因是在昨天陸軍第8軍團的一項無人機採購案被查出，承包商呢涉嫌使用中國大陸的封裝晶片跟飛行的控制板。因為我們都知道大陸它掌握了一系列的这個無人機相關的供應鏈，從這個飛行的控制板、晶片、馬達、攝影機模組、導航，全部都有用到。你真的要去中化，有可能嗎？聶老師怎麼看？ OK，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已經很清楚知道，美國製造業空洞化，所以要 MAGA， 但是非常難。但是中國呢，相反的呢，它中國製造2025的這個文本之後呢，發覺它要把這種人製造強國嘛，資訊化、工業化，現在真正製造強國就是中國。當它一邊製造中國變成製造業強國之後，它會出現一 C 加2 Q， 就是 cost down， 就成本非常低。第二個呢 ，quantity 會量產，沒有錯，會產能過剩。但是還有第三個，就良率增高，叫做 quality 也很好，所以一 C 2 Q。當然這個時候呢，造成全世界害怕，哇，東西又便宜，到處去賣，甚至告你當品，就開始限制，這是第一個飛鴻。第二個呢，又覺得太利好，可能會造成所謂的國安風險，又開始在限制你。這時候你就會發現，這個出現兩極了。對中國來講呢，它就會出現了所謂的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它就會大家又在飛鴻供應鏈賣不出去，它就會內卷。一旦內卷，價格就越來越低，那國際壓力就更大。那除了這個中國之外，其他國家只要飛鴻，尤其像美國，它的需求還是在啊。你有飛鴻，它更需要產生的超額需求。一旦超額需求，價格就是奇貨可居，越來越貴。我想這個還不是重點，是未來當這兩個地方啊，中國這個其他地方飛鴻，中國一直在成長之下，你會發現這個場域的變化，在美國，尤其美國一直要抵抗中國的科技發展。你什麼都不用，你無人機不敢用，你這個甚至 robot 這個機器人不敢用語速的無人機不敢用大疆的，我告訴你，未來你的生活場域就變得非常落後。你要看中國所有東西，包括低空經濟哦，無人機，這機器人不管是公關機器人、事務型機器人，都節節已經追上了所有的全世界其他國家。如果其他國家不跟進，就像我們台灣也是一樣，什麼都抵中抗中。我們台灣現在什麼都沒有，你去低空經濟，你到哪去找？你去外送哪有這個就直接送的？你到大陸真的很多地方都這樣，你會發現我們會落後。你越抵抗人家，越害怕人家，越不讓人家東西進來，你越慘。所以我跟你講哦，那些聰明的一些商人啊，就會偷偷的去買他們的零件。